全家被流放岭南，所有人都在哭，只有我在心里偷着乐。岭南，我上辈子就是岭南出来的。哼，沈家罪女沈之夏，可听清了？民女听清了。哼，算你识相，3日之后启程，不可延误。之夏别怕，就算哥去讨饭，也先让你吃饱。哥，你放心，到了岭南，饿不着的是你。那边荔枝、龙眼、芒果、菠萝蜜漫山遍野，海鲜往溪里一捞就是一大荒。甘蔗比人还高，1年3熟的稻子，你怕什么？造孽呀！好好的一个侍郎府，说倒就倒了。岭南那可是蛮荒之地，去了怕是活不过3年。可惜了沈家二姑娘，生得那般好看，怕是要丢在南蛮了。可惜个屁！京城这破地方，我早就待够了。冬天冻得手生疮，夏天干得流鼻血，吃个荔枝要20两银子，想喝碗绿豆沙都找不到地方。这哪里是流放，这分明是带薪返乡啊！三薯、辣椒、花生的种子，这3样东西在京城没人认识，到了岭南，那就是3座金山啊！沈若薇，你费尽心机伪造证据害我沈家，殊不知岭南才是我们的快乐老家，多谢了，真的，发自肺腑的感谢你。哎，我说沈家二姑娘，你倒是走得欢说，别人流放都哭天抢地的，你怎么跟逛园子似的？大人误会了，我只是不想拖累家人，所以走快一点。哼，等你到了岭南，见识了瘴气毒虫，就知道厉害了。都是娘没用，让你跟着我们受这么大的罪。娘，岭南没那么可怕。你不懂，那是蛮荒之地，去了的人没几个能活着回来。我懂，岭南四季如春，瓜果遍地，鱼虾满河，比京城好100倍。之夏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看过很多杂书，书上都写着呢。书上写的和现实的不一样，到了那边，我们一切都要从头来过。爹，从头来过未必不好。之夏，那是什么花？长得真好看。那是3角梅，岭南到处都是，1年4季都开花。那个呢？开得像一团火似的。那是木棉花，也叫英雄花，花落了还能煲汤喝，清热祛湿。真好看。您等着，到了岭南，比这好看100倍的东西多着呢。这鱼怎么说下就下呀？就是这个味道，泥土和青草的清香，太熟悉了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沈家二姑娘，保重。啊，沈先生，沈大人，县里实在没多余的宅子了，只有城外3里地有间空屋，你们先凑合住着吧。多谢周大人，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。这怎么住啊？连个猪圈都不如。这姓周的分明是故意刁难我们，我去找他理论。挺好的。上辈子我就是岭南农村的，砍柴、挑水、种地、做饭，样样行。传书传到京城那3年，是我人生中最不自在的日子。之夏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天生的。鲜。妹，你做的饭也太好吃，比京城酒楼的厨子做的都好。那是，岭南的食材新鲜，怎么做都好吃。也许之夏说的对，从头来过未必不好。番薯种这边，辣椒种那边，再开几分地种点甘蔗，甘蔗能熬出红糖，红糖在这个时代比银子还值钱。之夏，你还会修房子？不难啊，一看就会。之夏，你以前可是连个杯子都不会洗啊。娘，我只是想让咱们住得舒服点，人啊，得自己动手改变环境。之夏，爹跟你一起干。爹，你在京城的牢里关了1个月，瘦了20斤，这些活我和哥干就行。对，爹你歇着，有我呢。
之夏，接下来种什么？种这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长得奇形怪怪的。这叫番薯，种下去3个月，1亩地能收2000斤。2000斤？你开玩笑吧？我没开玩笑，番薯怎么吃都行，还能磨成粉做粉条。灾年的时候，这东西能救命。妹，你不会真是菩萨转世吧？好生女，你是哪边来的？怎么会来我们这个穷地方？係啊，阿伯，我從京城嚟噶，家裏出咗點事，被流放到呢邊。你居然會講白話，講得比我還地道。細個嘅時候，跟一個嶺南嚟嘅嬷嬷學過。哎呀，遇到老鄉了。這荔枝是我家樹上剛摘的，你嘗嘗先。之夏，这是什么果子？长得真好看。这是荔枝，岭南的特产，娘你尝尝。娘，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太好吃了，我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东西。妹，我现在觉得被贬到这儿也不是不行。闭嘴，让人听见还以为咱们不知悔改呢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流放的沈家姑娘过得可滋润了。不可能吧？不是说京城来的大小姐吗？还会种地，人家不光会种地，还会讲本地话，厉害着呢。流放犯人活得比本地百姓还自在，传出去我这个县令的脸往哪搁？不行，我得派人去看看。你们过得还行？托县令大人的福，还活着。这凉茶也是你煮的？金银花加菊花，清热解毒，岭南湿热，多喝点对身体好。好喝，比县城茶铺卖的都好喝。师爷喜欢就多喝几碗。我这里还有凉茶料，您带点回去。沈姑娘，你们安分守己就好，以后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跟县衙说一声。多谢师爷。妹，你是不是在收买人心？不是收买，是搞好关系。有区别吗？当然有，收买要花很多钱，搞好关系只要花点凉茶和鱼干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后手女，你这种的什么东西，长得这么旺？这叫番薯，等熟了请你们尝。能吃吗？别是什么有毒的东西。一窝8个，一笼少说50窝，1亩地真的有2000斤。妹，你不会真是神仙吧？后生女，你这东西真能亩产2000斤？阿伯你自己看，3亩地收了6000多斤。阿伯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后生女，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呐！我们这里靠天吃饭，灾年常饿死人，如今有了番薯，再也不会有人饿死了。阿伯别这样，我就是想让大家都有饭吃。这东西耐旱耐涝，您要是想种，我教您。这个番薯藤插在土里就能活，不用怎么管，3个月就能收。哎呀，3个月就能收。之夏，爹做了半辈子官，不如你做的这一件事。爹，你是被冤枉的，不是你的错。是不是冤枉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你让我明白，做实事比做官重要的多。沈二姑娘，你这儿可有多余的种苗？有，大人想推广。本县6万百姓，半数靠天吃饭，若番薯真能亩产2000斤，那可是天大的功德。大人放心，我免费教大家种，保证家家户户都能学会。沈姑娘，我代表全县百姓，谢谢你。妹，你这是拿捏了整个南海县啊！这才刚开始，辣椒也快熟了。岭南人喜辣，等我的辣椒一出，那才是真正的金矿。后舍女，你又整什么好东西呢？香死我了！阿伯，您尝尝这个。过瘾，太好吃了，再来一块。我就知道，岭南人肯定爱吃辣。
后收女，这卖不卖？我买10斤回去给我老婆子尝尝。这叫辣椒，不卖。但我给你种子，你自己种。不过什么？我想在县城开个铺子，您帮我找个合适的铺面。包在我身上。我表弟在县城有间空铺面，位置好得很，租给你，便宜算。沈姑娘，你这辣子鸡能不能教我们厨子做？我家老爷天天念叨着想吃。夫人，5两银子1份10方。贵了吧？不贵，您尝一口就知道值不值。辣子鸡和凉茶的10方我都要了。之下，咱们在京城1个月的月例也就5两银子啊，这1个月就赚了1年的钱。娘，京城有什么好的？在这儿，咱们想赚多少就赚多少。妹，铺子里的活我来干，你只管出主意就行。行，但你得先学会做饭啊？还要学做饭啊？不错。这是糖？这是红糖，补血养气，女人喝了最好。在京城的时候，1两白糖要5两银子，而现在你在后院就能做出这么好的糖。姑娘，这红糖你要卖多少？1斤2两银子。贵了，京城的白糖也就10两1斤。陈掌柜，京城的白糖是甜，但没有我这红糖养人。而且我这红糖整个大旗独1份，2两银子，真的很便宜。你能供多少货？现在只有40斤，下个月开始每月200斤，后面还能更多。200斤？对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？独家供货，福源商行包销，但你得帮我打通广州府的渠道。沈姑娘，你是流放来的？是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成交。之夏，你比爹有出息多了。爹，你要是没被冤枉，我也没机会来岭南，更没机会做这些事。也是。其实父亲被冤枉这件事，我一直记着。等我站稳了脚跟，一定要查清楚，那30万两赈灾银到底被谁贪了。沈家二姑娘是我们南海县的福星。沈大人、沈夫人，一点心意不成敬意。沈姑娘，京城现在传得沸沸扬扬。传什么？说沈家在岭南水土不服，全家都病倒了。还说沈家嫡女沈若薇在太后面前哭，说心疼妹妹，要请旨把你们接回去。接我们回去？他是怕我们死得不够快吧？沈姑娘，小声点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那位好姐姐，面上跟我姐妹情深，背地里伪造证据害我爹入狱，还有他背后的人。他现在在太后面前演戏，不过是为了博个好名声罢了。沈若薇不会真想接我们回去，但她迟早会知道我们在岭南活得很好，到时候她一定会出手害我们。哥，怎么了？加紧练武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快就有人会来找麻烦了。不得不说，原书里沈景山虽然戏份不多，但设定是个武学天才。到了岭南，福伯介绍了一位退隐的拳师，他跟着学了3个月，已经能应对不少人了。原书里，太子萧景琰贬了沈家，是因为沈若薇告状，证据天衣无缝。等他发现真相，原主已病死岭南。后来他惩治了沈若薇和二皇子，但我不是原主，不按剧本走，要活得好好的，让所有人看清我沈之夏的本事。这破地方到处都是蚊子和臭味，大小姐怎么受得了？这就是沈家流放的住处。春杏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小姐，大小姐让我来看看你们，她天天惦记着你们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是吗？
我还以为他是来看我们有没有死的。二小姐说的什么话？大小姐省吃俭用，攒了50两银子给你们送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50两，打发叫花子呢。二小姐，这可是大小姐全部的积蓄，你不知道她在京城有多难。她难？她住着沈府正房，带着金丝楠木簪子，用着我娘的嫁妆，她难什么？沈若薇，你急着联络岭南的眼线，是怕我们回去找你报仇吗？该怕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沈姑娘，不好了，朝廷要征特产税了，3成啊！这明摆着是冲你来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这么淡定？3成的税，这生意还怎么做啊？周大人，这个税影响的是整个岭南的商人，您觉得广州知府会坐视不管吗？你的意思是？大人只管把反对意见收集起来，联名上报朝廷。这种临时加征的税收不合祖制，朝廷不会轻易通过的。可是，这道政令是二皇子萧景渊牵头的，他现在风头正盛，我们得罪不起啊。二皇子再大，大得过朝廷法度吗？大得过天下百姓吗？大人，若税真的实行了，百姓苦，您这县令也坐不稳啊。行，我听你的，我这就写折子，联合其他县令一起上报，我这就去。半个月后，广州知府递折子痛斥特产劳民伤财，朝堂争论不休，太子最终驳回政令，二皇子吃了闷亏。沈姑娘，我服了，你一个流放的罪臣之女，硬是搅动了半个朝堂，了不起。大人过誉了，我只是不想多交税而已。太子驳回了特产税，就一定会听说沈家的事，一切都在计划中。沈二姑娘，你是？东宫主簿沈文斌，太子殿下让我来岭南巡查特产税一事的后续。看来岭南的日子没有沈大小姐说的那么苦。沈大小姐？沈若愚，她说你们一家在岭南生不如死，求太子殿下开恩，把你们接回去。沈主簿觉得呢？凉茶不错。我这儿什么都不错，除了流放犯的身份。沈二姑娘，太子殿下让我转告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当初贬你沈家，是因为证据确凿，若有冤情，拿出证据来。太子殿下是要我自证清白。太子殿下是给你一个机会。沈主簿，你回去告诉太子殿下3件事。请说。第一，沈家被贬半年，我在南海县推广了番薯，养活了3个村的百姓。我知道。第二，我在这里开了铺子，建了堂坊，每月缴税40两，全县第一。我也查过了。第三，那30万两赈灾银不在我爹手里。查一查户部的暗账，查一查二皇子府上的开支，真相不难找。你知道银子去了哪儿？我猜的，但我猜得很准。沈二姑娘，你胆子不小。被流放到蛮荒之地还能活得好好的人，胆子能小吗？告辞，我会如实回报太子殿下。沈庶部，路上带2斤红糖回去。这不太好吧？不是贿赂，是岭南特产，总不能让太子殿下以为岭南只有瘴气吧？好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萧景琰，原书里的男主杀伐果断，当初处置沈家之时毫无日意，可他本性并非奸邪，不过是一直被虚假说辞蒙蔽。如今我已然将真相送到你的眼前，最终抉择交由你来定夺。我心中所求不过是一家人安稳度日。谁干的？有人在油里放了巴豆。我去把他找出来，打断他的腿。别冲动，先弄清楚是谁干的。哥，今早开门前有没有人靠近过灶台？今早开门前，我去了趟茅房，回来的时候灶台没人碰过。
你去了多久？不到半炷香。半炷仙，足够了。王婶，今早有没有陌生人到我铺子附近转悠？有一个生面孔，穿灰衣裳，矮个子，鬼鬼祟祟的，我以为是来买辣子鸡的。他往哪个方向走了？东边，往码头那条路去了。阿强，帮我盯一个人，灰衣裳，矮个子，在码头附近活动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沈姑娘，找到了，那人住在码头边的悦来客栈，登记的名字叫李四，但他说话一口京腔。哼，京腔，果然是沈若琳的人。特产税没成就来暗的，想坐实我沈家罪有应得。沈姑娘，要不要我带人把他抓起来？不用，别打草惊蛇，就盯着他，看他接下来去找谁。好。两位大哥，今日让你们遭罪了，我来送药的，这点银子是补偿，还请二位收下。沈姑娘太客气了，我们都是本地人，平时常去你铺子，对你印象一直很好。你们听说了没？沈记铺子昨天吃出毛病了，可不是吗？外面都在传沈家的东西有毒。这下糟了，流言一传开，沈记铺子的生意怕是要一落千丈了。之夏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人来买东西了。别急，我在等阿强的消息，很快真相就会大白了。沈姑娘，那个李四见了一个人。谁？县衙的捕头赵虎。赵虎，我就知道县衙里有内鬼。他们在客栈说了半天话，我没听清，但赵虎收了李四一包东西，走的时候很开心。银子，沈若薇花钱买通了赵虎，接着赵虎就会来查我的铺子，找出证据把我抓起来。这个赵虎太不是东西了，我去找周大人告他。不用，我们等着他来，我要让他自投罗网。都别动！沈之夏，有人举报你的铺子售卖有毒食物，意图谋害百姓，本捕头奉命搜查。你凭什么搜？有周大人的手令吗？手令？我就是手令，让开，不然连你一起抓。让他搜。妹，让他搜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搜出什么。嘿嘿嘿嘿，人赃并获。沈之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赵捕头，这包巴豆粉是你刚才放进去的。你血口喷人，这明明是从你灶台底下搜出来的。是吗？那大家来评评理。我亲眼看见赵捕头进门的时候，右手揣在怀里，搜到灶台的时候，手从怀里伸出来，多了一包东西。我也看见了，赵捕头弯腰的时候，那包东西从他袖子里掉出来了。赵捕头，我陈某人做生意几十年，从没见过这么蹩脚的栽赃。你们合伙诬陷朝廷命官！朝廷命官？赵虎，你什么时候升了朝廷命官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大人，我……赵虎，你收了谁的银子？老实交代。大人，没有，我没收银子。阿强，这是赵虎藏在家里后院枣树下面的银子，一共100两。还有这个。拿下赵虎，关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大人饶命，是京城的人让我做的，那个叫李四的，他在码头客栈。沈姑娘，你看，抓！你可知罪？是谁派你在南海县暗中作祟的？从实招来。小的招，小的全招。说清楚！是沈若薇身边的管事派我来的，他给我银子，让我毁掉沈记铺子，再把沈之夏抓进大牢。沈姑娘，这份供词你想怎么处置？劳烦大人转交给东宫詹事府主簿沈文逼。你确定直接送到太子面前？确定。沈若薇想在暗处害我，那我就把她拖到明处，让太子殿下看看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公祠刚派人送走，你怎么就忙着扩建堂坊了？趁热打铁，这次扩建规模直接翻3倍。翻3倍？那红糖产量能提多少？之前月产500斤，扩建后
直接涨到1500斤。妹，你哪来的钱扩建堂房？陈掌柜投资的。他主动要投的？不是，是我找他谈的。陈掌柜，你想不想把红糖卖到京城去？京城？对，京城的糖价是岭南的5倍，1斤红糖在这里卖2两，到京城能卖10两。运费呢？从岭南到京城，运费可不便宜。走水路，广州到金陵，金陵到京城，1斤红糖的运费不超过1两。沈姑娘，你认真的？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？500两够不够？不够我再加1000两。500两够了，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你说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京城的铺面不能用沈家的名字，用你福源商行的名头。为什么？沈家现在还是流放犯的身份，名字一亮出去，什么都做不成。行，那分成怎么算？你3我7。凭什么？我出钱又出力。凭红糖的方子在我手里，没有我，你1分钱都赚不到。哈哈，沈姑娘，你做生意比我狠。行，就按你说的，你7我3。第一批红糖总算从广州码头出发，沿水路往北送了。这批红糖进京一定会引起轰动。为何这么有把握？这种品质的红糖，京城从没有过。也是，咱们的红糖口感和成色，可比京城的糖好多了。一旦红糖火了，自然会有人追查溯源，最后查到我们沈家。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，咱们沈家做出了最好的糖。没错。沈若薇得知后会怎么想？二皇子和太子又会怎么看？不管他们怎么想，咱们都不怕。对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掌柜，红糖到京城的消息比预计的还要快呢。可不是嘛，咱们今天分店刚开业，红糖就被抢购一空了。给我来1斤红糖，我要2斤。这糖也太香了。大家不要挤，每人限购1斤，卖完为止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这红糖的价格都从10两1斤炒到15两1斤了。可不是嘛，咱们京城的贵妇都抢着买呢。这红糖不光味道好，还能调理气血，对咱们女人身子特别好。太后，福源商行红糖火爆京城的消息已经传到宫里来了。这糖好，哀家的老寒腿喝了这个居然暖和多了，让人多进些，哀家天天喝。张嬷嬷，您这是给太后买的？是啊，太后特别喜欢喝这个红糖水，大小姐也来买糖。是啊，听说这糖是岭南来的，说是岭南南海县的特产，整个京城只有福源商行有卖。春杏，去查这个福源商行的红糖跟沈之夏有没有关系？是，大小姐。春杏，让你查红糖的底细，查得怎么样了？大小姐，我连着查了3天，总算摸清了不少线索。快说，查到什么了？福源商行的岭南总号就在南海县。南海县？那红糖呢？红糖是南海县一间糖坊生产的，那糖坊登记的主人是陈万历。那沈之夏呢？查到他身上了吗？怪就怪在这儿，我翻遍了所有文书，怎么都查不到沈之夏的名字。查不到？是的，大小姐。不可能！除了他，谁能在南海县做出这么好的糖？春杏，去告诉二皇子，让他想办法除掉沈之夏。是。一个流放的庶女，还能翻出什么了花？殿下，大小姐说那个红糖生意可能跟沈之夏有关。可能？无惧之事，别来烦本王。告诉沈若薇，管好她自己，别整天给本王惹麻烦。派个人去岭南，看看沈家到底在做什么，查清楚红糖是不是沈之夏做的。是，殿下。钱先生是二皇子身边的幕僚，果然比沈若薇派来的人高明多了，行事滴水不漏。知府大人过奖，在下不过本分办事，
不知先生此次前来广州要查何事？奉二皇子之命，想调阅南海县近半年的税册与商业记录。没问题，来人，速将南海县近半年的税册、商业记录全部取来。钱先生，查到了，南海县往来最频繁的是陈万利的福源商行。顺着商行往下查，查到一间糖坊，再往下是大片甘蔗地，甘蔗地登记人是本地老农福伯。糖坊的工艺方子可有登记在册？回钱先生，工艺方子全是空白，没有任何登记。果然有问题，一个老农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好的红糖？肯定是沈之夏搞的鬼。要不是沈家二姑娘，我们去年就饿死了。是啊，她教我们种作物，还从不收钱。她的辣子鸡还有红糖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沈二姑娘，你是？在下钱穆，游商，路过南海县，听说沈姑娘的红糖不错，想谈笔生意。钱先生请进。沈姑娘，你的红糖在京城卖得很好啊，15两一斤，还供不应求。是吗？那是陈掌柜的生意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听说方子是沈姑娘的。钱先生消息真灵通。做生意的人消息不灵通怎么行？沈姑娘，我开门见山，我代表的人想买你的红糖方子，价钱好商量，你要多少尽管开口。你代表谁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给你别人给不了的东西。不，很重要。钱先生，你的鞋底没有泥，手上没有茧，身上的衣料是京城锦绣坊的蜀锦，游商穿不起这个。而且能从广州知府那里调阅税册的人，整个大齐不超过10个。二皇子萧景琛是其中之一，我说的对吗？沈姑娘好眼力。所以你是代表二皇子来的？是，二殿下的意思是，只要你把红方子交出来，他可以向皇上求情，减免沈家的流放之刑，让你们提前回京。钱先生，麻烦你回去告诉二皇子，方子不卖，家的刑也不用他减。你确定？你知道得罪二皇子的下场吗？我想得很清楚。沈姑娘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从不后悔。妹，你刚才是不是把二皇子的人给赶走了？这下可惹麻烦了。不是赶走，是拒绝。有区别吗？二皇子肯定会报复我们的。不会，因为接下来有人会比二皇子更先找上门。谁？太子。沈二姑娘，太子殿下看了你上次提供的供词。怎么说？已经派人查了，户部的暗账确实有问题。查出什么了？30万两赈灾银，实际到户部的只有20万两，另外10万两在拨发之前就被截留了。截留的人我不方便说。不方便说的意思，就是牵扯到了二皇子萧景渊。沈主簿，太子殿下还有别的话吗？太子殿下让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回京城？现在不想。不想？你不是被冤枉的吗？你不想回京洗刷冤屈吗？被冤枉的是我爹，不是我。我在岭南过得挺好的。可是，回京之后，你爹就能官复原职，你们就不用再当流放犯了。沈主簿，回京城有什么好的？冬天冷得要命，我在这儿荔枝随便吃，海鲜随便捞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多好。重要的是查清真相，真相不清，就算官复原职了，也坐不稳。沈二姑娘，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京城贵女都通透。谢谢。还有一件事。说。太子殿下想亲自来岭南看看。太子殿下公务繁忙，何必亲自跑一趟？太子殿下说，岭南的红糖太好了，他想看看是怎么做的。红糖是借口，真正想看的是我吧？沈主簿，替我转告太子殿下，岭南欢迎他，但来了之后得尝尝我做的辣子鸡。沈姑娘，你是第一个敢让太子殿下吃辣的人。殿下不吃辣吗？殿下什么都吃，就是很少吃这么辣的东西。那正好，让他尝尝鲜。好，我一定转告殿下。萧景琰，原书里高高在上的储君，
唯一的弱点就是原主沈之夏，只可惜等他发现自己的心意时，原主已经死了。他后悔了一辈子，现在我还活着，不知道这一次结局会怎么样。太子来之前，我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把唐方的账目理了一遍，清清楚楚，经得起任何人查；第二，让父亲写了一份详细的自述，把当年户部的经手流程全部写清楚；第三，给福伯的村子送了100斤番薯种，让他们在太子来之前把冬季的番薯都种上。妹，你这是要给太子看什么？看岭南不是蛮荒之地，看沈家不是罪人，看我沈之夏有多能耐。你可真不要脸！不要脸才能活，在这个世道，太要面子是会饿死的。看那位公子穿得像书生，气度可不一般。可不是嘛，寻常书生都低着头赶路，他倒好，抬着头看天，走路都透着不一样。是啊，他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公子喝茶。你就是沈之夏？我就是沈之夏。你知道我是谁？南海县城突然来了许多身手不凡的人，你说我知不知道？听说你的辣子鸡不错。不错，但殿下能吃辣吗？别叫殿下，叫公子。公子能吃辣吗？试试。就这些。公子嫌少。嫌简单。好吃不在多。太子殿下从不吃第2口不确定的食物，今天居然夹了第2块，这是第3块了。一盘辣子鸡吃了大半，花生米1颗不剩，番薯粥也喝得底朝天。很好。你说菜还是人啊？这个工艺是你研究出来的？家传的，我外婆就是做红糖的。这位大人，沈姑娘是我们全村的恩人呐。以前我们1年到头种不出几斤粮食，遇到灾年就饿死人。现在有了番薯，家家户户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这全是沈姑娘的功劳啊！沈之夏，在。你在岭南做的事，比许多朝廷命官做的都多。我只是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过好日子。沈姑娘，殿下夸你了。我听出来了。你怎么不激动？激动有什么用？我还有3亩地没翻呢。起来吧。谢殿下。沈静言，你在户部的事，姑已经在查了。殿下，臣是被冤枉的。姑知道，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沈静言，你在自述里提到的那批暗账，存放在户部哪间库房？回殿下，在户部D字号库房，但钥匙在户部尚书手中。户部尚书是二皇子的人。姑会处理。沈之夏，在。你想不想回京城？公子，我说过了，现在不想。为什么？岭南好。好在哪儿？水果多，鱼虾鲜，1年4季不冷，荔枝不要钱。沈姑娘，殿下从没对一个人问过2次同样的问题。所以呢？所以，你记住今天。甘蔗该收第2茬了。知道吗？京城就大地震了。可不是，朝堂上翻了天。带人，查方户部D字号库房，仔细搜查。是，殿下。殿下，找到了，就是这本失踪已久的暗账。把账目明细念出来。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30万两赈灾银，10万两根本没进过户部正式账册。这笔银子通过空壳皮货行，成了二皇子萧景渊在西北养私兵的军费。完了，
全完了。儿臣冤枉，这是栽赃陷害，绝不是儿臣所为。父皇，按照与沈静言的自述在此，一笔一笔，对得丝毫不差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给朕彻查。启禀陛下，3日之内，户部尚书已下谕，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。二皇子萧景渊涉嫌贪墨赈灾银，已禁足王府，不许任何人探视。传沈若薇入宫，他是此案关键，伪造证据陷害沈静言，必须当面质讯。沈姑娘，京城嚟大消息啦！天大嘅好消息！按账已查实，二皇子禁足，沈若薇被传召，沈家冤案有望招请。殿下让我问你，现在想回京城了吗？妹，什么消息？是不是爹的冤案有眉目了？爹的冤案要平反了。爹娘，沈若薇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查户部侍郎沈静言贪墨一案系伪证陷害，即日起恢复沈静言官职，沈家流放之刑撤销，沈家全员可自行返京。沈大人，恭喜恭喜！我就知道您是清白的。多谢周大人这半年的关照。哪里哪里，都是沈二姑娘的功劳。沈姑娘，你们要回京城了吧？回，但不急。为什么？冤案平房了，官也恢复了，还留在这儿干什么？大人，我的甘蔗还有1个月才收完，收完甘蔗我才能走。阿伯，按照这个来，红糖的质量不会差，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就写信给我。后织女，你真的要走？要走，但糖房不走，铺子也不走，这里永远是我的家。你不在，谁给我们做主啊？阿强管日常，您管种植，陈掌柜管销售，肯定能把糖坊打理得很好。你在京城过得不好就回来，这永远是你的家。阿婆，我会回来的，一定。岭南上辈子的家，这辈子的根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妹，想什么呢？想回来怎么办？还没走就想回来，京城不好吗？京城没力支持。之夏，这面条怎么没味道？淡得像白开水。娘习惯了岭南的口味，吃什么都觉得淡。到了京城，我给你做辣子鸡。好，还要做番薯粥和红糖水。太子殿下命我来迎接各位回京，有劳沈支部了。殿下说沈姑娘一路辛苦，先喝碗凉茶。萧景琰，你当初贬我全家的时候，可没这么体贴。这个沈若薇太过分了，那可是我的嫁妆啊！娘，别急，他拿了我们的，我会让他加倍吐出来。爹，明天你去吏部部报道，恢复官职的事儿别拖。好。哥，明天你去京城最大的3家商行打听行情，红糖在京城的价格，谁在卖，谁在买，我都要知道。好。娘，明天你去沈府找沈若梅。找她做什么？要回你的嫁妆。可是她现在被太后传召，焦头烂额的，怕是不会见我。她被传召了更好，说明她现在心虚。你去了，她不敢不见。她要是不还呢？她不还就去大理寺告她，有嫁妆清单，铁证如山，她赖不掉。好，我去。沈大人，官复原职的文书已办妥，今日便可盖章生效。有劳主事大人。不知户部侍郎一职，原职位已有人接任，为您安排同等品级闲职，您看可行？可行，有官职在身便好，具体做什么不重要。掌柜，我想打听下福源商行红糖在京城的行情。福源商行的红糖势头很猛，如今已占了京城糖市40%份额。近来可有什么变故？二皇子被禁足后，有人在暗中打压福源商行，还故意抬高了白糖的价格。打压福源商行的是户部新上任的主事孙茂才，原来是二皇子的人，现在不知道投靠了谁。孙茂才
我知道了。柳夫人，叫你们大小姐出来。母亲，您来了。沈若薇，我的嫁妆还回来。母亲说的什么嫁妆？都在库房里放着呢，谁动了？那就开库房，一件一件对清单。母亲，这事不急，改今天，就现在。沈若薇，东西呢？可能下人弄丢了。哪个下人？叫过来。已经遣散了。沈若薇，你要是3天之内不把东西还齐，我就去大理寺告你。到时候，你不仅要还嫁妆，还要坐牢。老爷，我今天凶了沈若薇一顿，我从来没这么凶过。做得对，他害全家流放，没必要对他客气，他不配做我的女儿。沈若薇，你的报应才刚开始。二小姐，大小姐说原物找不回来了，只能折银1000两，已经是大小姐全部的积蓄了。1000两，我娘那套红珊瑚头像就值3000两，她拿1000两就想打发我。二小姐，大小姐真的没钱了。二皇子被禁足后，她就没了靠山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她艰难，她拿着我娘的嫁妆去讨好二皇子的侧妃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回去告诉沈若薇，要么圆圆还回来，要么补齐3000两，给她最后一天。妹妹，什么事？让我进去说。说吧，之夏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恨太费精力，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你不恨我，不恨，但我不会原谅你。你害我们全家流放，差点死在岭南，这些我永远都不会忘。3000两，我真的拿不出来。那就把原物还回来。原物被我送给二皇子的侧妃了，我要不回来。沈若薇拿着我娘的嫁妆去讨好别人，你脸呢？我是没办法，二皇子现在被禁足，我要是不拉拢侧妃，就没有任何靠山了。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之夏，我们毕竟是姐妹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求求你了。姐妹？你陷害我爹的时候，想过姐妹情分吗？3000两，明天之前送到，你送不出来，我帮你跟大理寺说。沈之夏，你变了，是你把我逼出来的。妹，你对他会不会太狠了？哥，被蛇咬过的人不会对蛇心软。沈之夏，这笔账我记着，记着就记着，我也记着呢。银子都到手了，接下来该做正事了吧？在京城开一间沈平分号。还卖辣子鸡吗？不卖了，改卖红糖、凉茶、番薯粉条，都带着岭南的标签。选在这儿，京城最热闹的东市，对面还是最大的白糖铺子。没错，那家白糖铺背后的老板就是户部主事孙茂才。哪来这么浓的甜味儿？新开的沈记，免费送红糖水，太好喝了！我买1斤。我也买，明天我带全家都来。妹，才3天，咱们铺子里的红糖就全卖空了。意料之中。你们审计是什么来路？有没有商户登记？红糖品质谁来担保？掌柜的，我们有合法的商户文书，品质由广州福堂商行担保。你有什么问题？你们的红糖卖12两1斤，比我的白糖还便宜3两。你们是来砸场子的吗？掌柜的，做生意讲究货比三家，我们物美价廉，客人爱买，有什么问题？审计的、识相的赶紧关门，东市的糖生意轮不到你做主。你们再说一遍。管事大人，审计红糖来路不明，怕是有猫腻，你得按规矩去查扣。本官知晓，自会秉公办理。审计掌柜，有人举报你家红糖来路不明，
本官特来核查。大人请便。沈姑娘，你的手续齐全，符合规定。多谢大人。沈之夏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作对？尊主事，我是做生意的，没跟任何人作对。你把红糖卖到12两，我的白糖还怎么卖？你故意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孙主事，你的白糖卖15两，品质还没我的红糖好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好，沈之夏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等着。孙茂才身后靠的是二皇子的残余势力，等太子出手清理门户的时候，你孙茂才肯定第一个倒。沈姑娘，沈公子，快说，什么事？皇帝彻查赈灾银案后，下旨整顿户部，查到户部主事孙茂侵吞漕运经费足8000两，他早就该栽了。可不是，孙茂才被押入大理寺了，他那间白糖铺子没人敢接盘，彻底关门了。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这下东市的糖生意，咱们沈记独占鳌头了。意料之中。沈若薇，你是否参与伪造证据，陷害你亲生父亲沈敬言？回太后，我没有。户部尚书的供词里3次提及你，你作何解释？太后明鉴，是户部尚书含血喷人。你与二皇子萧景渊私下往来密切，是什么性质？你自己看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我认罪，太后，我认罪。沈若薇，你身为沈家嫡女，不思孝悌，反而陷害亲父。即日起，逐出沈氏族谱，贬为庶民，带走。太后饶命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们饶了我吧。妹，沈若薇被逐出族谱了，大快人心啊！知道了，帮我递个碗。你就这反应？不然呢？我应该拍手叫好，放鞭炮庆祝吗？也不是，就是觉得你太淡定了。他的下场是他自己作的，我没必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浪费情绪。京城这个时节竟还有新鲜荔枝，实在难得。萧景琰，你这个人真是让人没法讨厌。但我还是要说一句，你当初贬我的时候欠我的人情，不是一串荔枝能还的。沈之夏，你赢了！我不跟你比。那就是二皇子啊，落到这步田地，真是活该。听说就是他害了沈家，沈家二小姐可是好人，在岭南干了个多少好事。是啊，要不是他推广番薯，不知道多少人要饿死呢。红糖的生意已经铺到了金陵和苏杭，番薯也在岭南推广成功。我要写一份奏折，托爹爹递上去，建议朝廷在全国推广番薯种植。准，令户部拨银5万两，在各省示众。此奏折若为沈二姑娘所写，其才不在朝臣之下。沈姑娘，殿下亲笔写的，这可是天大的赞誉啊！我看见了。你不高兴？高兴，但更高兴的是番薯能推广开，以后全国的百姓都不用再饿肚子了。挺好的，比什么大小姐、贵女好听多了。被逐出族谱，成了庶民。那些往日里巴结我的贵女，竟没有一个肯收留我。这不是以前的沈家嫡女吗？竟落得这下团，陷害亲父，心肠太毒，没人愿意帮他的。住了3天，银子全花光了，如今走投无路，只能去找他了。整个京城，大概只有他还愿意见我了。我的亲娘，薛婉娘。师太，麻烦通报一声，我找薛婉娘。薛施主在里面清修，我去通传。听说沈若薇去城外静心庵找薛婉娘了。薛婉娘不是早就病故了吗？那是假死脱身，她一直住在这庵堂。原来如此，你早就知道。传书过来的那天，我就知道这个秘密了。娘，
我没有退路了，你救救我吧！若薇，你做的孽是该还了。娘，你也要骂我吗？我不骂你，但你为了争嫡女的位置，陷害自己的家人，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二小姐，求您收留我，我无处可去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活。起来吧，铺子里正缺人手，你去后面帮忙分装红糖。多谢二小姐，多谢二小姐。沈若薇的结局不是我安排的，是她自己选的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公子又来了，你的辣子鸡，京城只此一家，不做辣子鸡了，改卖红糖了。那就来1斤红糖，12两。我给你20两，不打折。不打折？不打折。沈之夏，在。你在岭南的时候，我问过你2次想不想回京城，你都说不想。是。现在呢？现在还是岭南好。那我去岭南。什么？我说，那我去岭南。你是太子，你去不了岭南，你要留在京城处理朝政，治理天下。太子也得吃饭，岭南的饭好吃。你就为了吃？还为了一个人。萧景琰，你贬我全家去岭南的事，我还记着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来还债。怎么还？你自己看。这是什么？一品夫人？谁的夫人？猜。沈之夏，我贬你去岭南，现在封你做岭南的主人，够不够还债？不够。还差什么？差一串荔枝。一晃都5年了，咱们审计商行早成整个岭南最大的商号了。5大产品线都稳了，红糖、凉茶、辣椒酱、番薯粉条、花生油，足足5类货，覆盖13个省，年流水都过100万两了。沈姑娘，糖厂一切正常。辛苦了阿强。应该的，这可不是以前的小糖房了，是正经现代化糖厂，300名工人，日产红糖1000斤，旁边的免费学堂也都安顿好了，各县孩子都能来读书。阿强现在能干，我也该退休享清福喽。福伯天天在家带孙子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沈姑娘，我升了广州知府，逢年过节都得来你家蹭饭，每次都得带点东西才踏实。周大人客气了，随时欢迎。我也不差，封了5品武官，如今在广州府带兵，保一方平安。我觉着做官没意思，不如跟着女儿做生意自在。现在我管账，比谁都认真。我是全家最快乐的人，天天去集市买菜散心，脸上的笑容都比在京城多。你天天坐在这儿翻账本，看着外头的蔗田，还有天上的海鸥，日子安顿又舒心。挺好。娘，爹带了荔枝回来，妃子笑今年的头一批。又偷吃了几颗？5颗，不对，6颗，但我只伸了5个手指。你跟你爹一样不老实。我哪里不老实了？对了，他现在是皇帝，但每年都要来岭南住2个月，御史台的折子堆成山他一概不理，因为他说过句话，让朝臣不好再说什么。朕的皇后在岭南，朕去看皇后，谁有意见？我看着这个当了皇帝还跑来岭南送荔枝的男人，忽然觉得川叔也挺好的，穿对了地方，也遇到了对的人。一晃10年了，最近岭南可是出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事，是咱们新落成的蔗糖工坊的动静吧？没错，咱们在广州府建成了第1座大型蔗糖工坊，日产量直接翻了10倍。不止产量大涨，之下还研发推出了白砂糖，这种糖质地更加纯净，价格也更实惠。新品一出，咱们商行的总市值已经突破5000万两白银了。你们看，这图上面标注的就是审计如今的全国商业布局。我看看，足足开了128间铺面，遍布大齐南北。这行字是我亲手登抄的，也是咱们这些年最有意义的功绩。
多亏了知下大力推广番薯种植，大齐的饥荒足足下降了70%，无数百姓得以安稳度日。知下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老百姓能吃饱饭了，意味着你救了几百万人的命啊！别夸我，番薯又不是我发明的，我只是把它推广开了而已。但没有你，就没有今天。你是大齐的功臣。娘，哥哥打我，我不要练拳，我要当多堂的。不行，爹说了，皇子不能懈怠。我不要当皇子，我长大要当糖厂老板。沈姑娘啊，不，太后娘娘。叫沈姑娘就行，太后娘娘是什么鬼？听着别扭。沈姑娘，有个消息要告诉你。说。沈若薇在安堂里待了10年，前几天去世了。怎么走的？病死的。走的时候很平静。安排人把她好好安葬。不管怎么说，她姓沈。好，还有，薛婉娘也走了，跟沈若薇前后脚。一起葬了吧，母女俩不要分开。好，你对沈若薇比我想的宽容。不是宽容，是放下了。什么时候放下的？大概是在岭南第一次吃到荔枝的时候。你说，当初贬你到岭南，是罚你还是罚我？当然是罚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贬我去了岭南，你就得追到岭南来找我，追了大半个大齐，腿都跑细了。娘，哥哥又打我。我没打你，我在教你练拳。娘，这辈子值了。